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飞石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欧文简直不可思议。湖人名宿科比在解说 2K18 时曾说道，他在比赛中没有任何弱点。很多人应该庆幸他没能长高到6尺6。尽管凯里欧文没有科比的身高，但如今的他却成为了联盟中无数队伍为之忌惮的刺客。他拥有的可能是 NBA 历史上最齐全的武器库。在矮将后卫行列，凯里欧文的篮下终结能力堪称现役最强，甚至你将欧文对比联盟所有球员，很难找到篮下终结比他还要出色的。他不是艾弗森与韦德拥有长臂猿的臂展可以大开大合，然而灵巧的双手令他的指尖另有乾坤。单论绝对的速度，欧文甚至都无法排到联盟最前列。但就是这样一名没有顶级的静态天赋的后卫，却能将无数个动作衔接得圆润如意。他的运球名扬天下。ESPN 研究报告显示，欧文变向时的速度无限接近响尾蛇攻击猎物的那一刻，但真正让他难以防守的真正原因是篮下终结。勒布朗曾说过，欧文的终结能力是他见过所有球员中最强的，没有之一。你也一定会好奇，到底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矮将在难以生存的禁区自由翱翔？这部影片就让我们来了解历史上终结技术最强的工匠大师凯里欧文篮下的终结秘密。欧文的上篮终结技术真正达到了无懈可击，他可以在任何篮下区域完成得分，无论是左侧还是正对篮筐，欧文的终结不分左右。他的双手能使出非常完美的终结技艺，行进间的左手抛投，高打板的抛投终结。虽说 NBA 球员都要经历这一步，他们不会忽视非惯用手的练习，但能将双手技术锤炼出极其相似、水平非常高的终结手感，这样的球员非常少。你会发现欧文没有哪个终结技能，只能右手完成，这为他篮下进攻提供太多的选择。作为没有顶级天赋的后卫，欧文秉承着一个原则完成终结，让篮球一直处于防守无法覆盖的安全区。所以像这种情况，面对内线的三分协防，欧文最舒适的终结区域在他的左侧，这是防守无法完成封盖的区域。喜欢右手终结的球员一定非常喜欢从右侧突破，因为他足够安全。但对欧文来说，没有他不擅长的领域，整个篮下能得分的位置，欧文可以说是全覆盖了。然而这一点还不够，欧文不仅限于地面得分领域，即使用惯用手从他最喜欢的一侧完成终结， NBA 一些变态弹跳的长臂怪依然能无视这一点。你会发现，当欧文选择打板上篮时，篮球会出现在篮板任何位置，可能是高打板，也可能是接近篮板边缘的区域。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平时认知的上篮最佳打板区域是篮筐正上方这个白框内区域，但也意味着你的上篮打板区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比如说这个球，巴特勒这次上篮，篮球前进的方向就是这个白框区域，这说明篮球上升的弧度很低，让防守封盖的难度大大降低。所以勒布朗跳到这个高度已经足以完成封盖。如果巴特勒选择高打板，大幅度提高篮球上升的高度呢？勒布朗要封盖这种终结难度相当之大，这也是欧文上篮难以被封盖的原因之一。他一直在利用篮板所有区域，像这里欧文并没有选择击打白框区域，而是打在篮板的边缘，稳稳地将球送进篮筐。你们看，如果他选择击打白框，防守已经跳到这个高度，他如果伸出长臂，这一球很可能就是一个钉板大帽，欧文这次绝杀也就失败了。相比较其他球员，欧文一直在充分利用篮筐各个区域，从篮板各个角度将球送入篮筐，这大大增加了防守封盖难度。如果只限制于击打白框，欧文就要时常面临被防守钉板大帽的巨大风险。而且如果只专注于白框区域，欧文的上篮不会有那么多变化性，他不会风车拉杆，不会反手上篮。因为白框的限制，他这种高难度出手姿势只有跳得更高，在空中停留的足够久，才能准确的击打白框。所以你会发现，欧文的篮下终结方面他做到了极致。不仅是稳定的高命中率，欧文会很好的将篮球保护起来。即使在空中飞舞，欧文也会时刻注意让篮球远离防守的干扰。他会在空中不停切换模式，出色的身体协调能力让欧文在空中可以做出非常多变的姿势。
即使受到了身体对抗，欧文也能保持一定的平衡基础。这意味着即使没有顶级弹跳天赋，欧文在空中可以用技术性动作去达到一些目的，比如说在空中欺骗防守。像这里，欧文在起跳第一时间主动将篮球暴露在防守面前，防守看到后马上跟着起跳，封盖欧文的上篮。接下来欧文突然收起了篮球，转变成右手拉杆。你们看，如果开始的时候欧文选择右手拉杆上篮，防守就会有所准备，起跳后横移距离就会更远，远到大概率破坏欧文的篮下终结，以至于最后防守只能拼命地伸出左手，尽最大可能干扰欧文上篮。这是欧文上篮中非常喜欢掺杂的假动作，他会第一时间将球暴露在防守面前，骗到防守起跳后再收起篮球，从另一个方向防守无法触及的领域完成终结。如果手臂再长一些，欧文的成就并不仅限于此，这和他运球风格很相近，喜欢将篮球主动暴露在防守面前，再用假动作一击毙命。所以在天空中，欧文也有其他绝招保护篮球。根据防守手臂的位置，欧文会非常灵活地移动篮球，并用手臂很好地保护它。如果防守贸然下手，这回合极有可能送欧文站上罚球线，这也是防守最头痛的一点。欧文一直在和他们制造身体接触。像这里，欧文在收球上篮时，他会主动寻找防守，用身体紧紧贴着他。此时防守贸然起跳，并有一点点向前倾的趋势，就要吃到犯规。就像这个回合一样，欧文在篮下非常喜欢用身体对抗防守，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用身体篮球规则的优势合理的保护篮球，但并不是只有卡位上篮，欧文很擅长用脚步的技术躲开防守的封盖。像这个回合，笔直的向篮筐发起冲锋，面对迎面而来的补防球员，欧文双脚大力蹬地，侧向跳起，很好的避开防守。这源自于脚步出色的细节。湖人主教练沃格尔曾强调过，篮球最重要的就是脚步，因为你无论是持球还是无球，都离不开他的帮助。欧文能在篮下突破拥有很高的造诣，脚步是非常关键的。他会正常3步上篮，单脚完成起跳，也会像刚才的回合，利用双脚起跳蹬地，卸掉向前的冲击力，改为侧向上篮。凯里·欧文非常擅长观察防守的动态，之所以这名球员如此特别，是因为他的身体、篮球协调性几乎完美，从大幅度接近倒地的运球，瞬间转化成下一步的中距离跳投。欧文的动作非常流畅，身体的发力接近于完美的平衡状态。简单来说，他在一瞬间判断防守的信息，身体就能以极快的速度跟上大脑的想法。像这个回合，欧文在收球后第一步突然选择起跳上篮，防守哪怕弹跳速度再快，也被欧文这一点欺骗了，导致整个身体反应慢了半拍。有时候内线的大个子可能连起跳都来不及去做，欧文已经上篮结束了。这个细节很棒，相当于欧文在抓住防守的 timing。 你会发现，无论在开始的运球突破、护球、突破的脚步、篮下终结手段，一切有关上篮终结的技术，凯里·欧文做到了极致。只要我们能想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这就是德鲁大叔用着教练不喜欢的浪费体力打法，违背以科学篮球为制高点的比赛方式。他就像这个时代的逆行者，一直在用这些看似浪费体力的技术，一步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这也是为什么他是凯里·欧文的原因。汪手段印象深刻，无论是连续晃动后的撤步跳投，还是以华丽的运球直接撕开对手的防线，他的大心脏以及无解的得分手段总是能摧毁对手。欧文在进攻端的表现绝对无愧于大杀器这个称号，但长久以来，人们却又对他在防守端的发挥感到失望，甚至把他形容为防守端的黑洞。但是这2年，欧文可以说来到了他的巅峰赛季，不仅仅是他在进攻端圆润了很多，更多的原因是他在防守端的水平有很大的提升。近几年欧文的防守水平，我觉得一直是被低估的。虽然距离霍勒迪那种后卫天花板的防守还有差距，但欧文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防守黑洞这种极端表现。其实，欧文无论从身体还是协防球商，都好像与防守达人没什么关联。但事实上，欧文的防守更多的是建立在他对持球人进攻的阅读上。他并不是像那些防守高手一样去阅读比赛的防守，而是凭借他对对手进攻技术的了解，从而完成防守。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为大家分析这名进攻万花筒球员的防守技术。
首先，让我们从欧文的防守技术动作看起。我们看这个球，当巴恩斯把球从右手 crossover 切换到左手的瞬间，欧文的脚步是向斜后方撤退的，随后在巴恩斯的左侧站定。这个站定价值很大。欧文没有因为进攻这一次变向突破后退太多，而是看准了巴恩斯的进攻路线，提前在他的进攻路线上站定。到这里，左侧已经完全被欧文挡死了，巴恩斯只能通过转身从另一侧寻找机会。而这里，欧文很好地跟住了巴恩斯转身的脚步。但注意，这里欧文与之前双脚滑步后撤不同，这一下欧文选择了左脚单脚跳跃后撤，因为巴恩斯比欧文身高臂长。如果欧文还是用跟之前一样的滑步后撤防守，那巴恩斯这一次的转身基本就会过掉欧文的防守。而这里欧文选择一个跳步后撤，可以让他更快地来到巴恩斯的进攻路线上。之所以选择跳步更好的原因，是因为欧文的重心，在他之前滑步移动时，他的重心足够低，当他第一次站定时就已经调高了自己的重心。如果欧文面对进攻转身时再一次选择滑步防守，他需要多做一次重心降低的动作，最后基本上是跟不上巴恩斯的转身的。可以看看欧文在跳步选择时，他的重心没有很明显的变化，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可调低重心就可以跟上进攻球员的脚步。所以我们说欧文的防守好在哪里？具体就是好在欧文对进攻的技术动作解析预判能力很强。所以我们去看欧文高光时刻的防守视频，多数情况下都是欧文成功预判了进攻路线的选择，从而完成了断球，其中甚至细节到进攻的一些技术习惯。就像这个回合，众所周知哈登是纯正的左手球员，于是欧文在外线防守哈登时始终都是站在哈登的左侧，防住他的左手，给哈登留一定的右侧突破空间，所以哈登直接就从右路突破。这时欧文已经处在了落后的身位上，但欧文还是加倍努力保持身体接近哈登。当欧文出手掏球时，哈登的护球还是在右侧。用慢动作画面可以看到，欧文掏球比哈登将球从右侧转向左侧要快。这里欧文更多的分析是，哈登的非习惯手在右侧遇到了队友的协防，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都会下意识的用自己最擅长的动作来应急紧急状况，这是人的本能。所以这时对哈登来说，换到左手是更好的选择，但他没有意识到欧文这时已经提前选择掏球了，随后精准的把球从哈登手里拍走。再比如这个回合，欧文在上线防挡拆时，特意往进攻球员的左侧移动了一步，也就是往掩护的方向移动，逼迫进攻球员往没有掩护的右侧走。即使是被自己过掉了，下线也有队友协防掩阻，让自己可以及时追防。这里小史密斯看到了霍福德协防过来，最好的选择就是给下顺的坎特，而这就是欧文所想要达到的目的，逼迫你出球，然后快速行进到你的传球路线上完成断球。这个球可以看到灰狼有一个很明显的错位优势，那就是唐斯这里。这一球只要把球喂给唐斯这里，2分就轻松入账。灰狼也很聪明，第一时间并没有往篮下掉，因为这时防守琼斯的就是泰斯，如果这时琼斯要是高调传过去，那很有可能被泰斯从空中拦截。如果是基地传球的话，罗齐尔的绕前防守也很难传过去，所以灰狼选择由身高更高的吉布森中转一下。就像这里，吉布森来到罚球线位置接球，由吉布森给唐斯喂球，这样更有把握把球送到唐斯手里。当然这一切都被欧文看在眼里，因为吉布森的高度并没有很高，欧文直接在传球的一瞬间直接起跳，没等球下落就在空中把球拦截了下来，阻止了灰狼一次绝美的得分机会。我们再看这回合，米尔斯和大家在弧顶打挡拆，当大家的挡拆到位时，欧文向挡拆的方向，也就是米尔斯的右侧移动了一步，逼迫米尔斯从自己的惯用手右侧走，而这时球还在米尔斯的右手，所以米尔斯做了一个 crossover， 想要把球从右手切换到左手。就在米尔斯变向准备加速起步时，欧文直接下手把球掏走。其实客观来讲，欧文的防守并不出色，欧文在防守当中受静态天赋的限制，在面对一些锋线球员时还会有些吃亏，但是积极性从来都不差，并且近几年还有越来越好的趋势。
1对1防守中的横移、干扰、抢断都做得很好。其实大家仔细想想，作为欧文这个级别的后卫球星，有几个能在防守端做到顶级的，屈指可数。佩顿、基德、保罗这几个是大家公认的大师级控卫，在攻防两端都能够掌握全局的 leader。佩顿可以从精神到肉体都给到对手压迫，基德有着出色的身体条件，力量出色，换人之后还能顶住冲击，无可挑剔。圣保罗凭借着一双快手和超强的防守判断力，也能给对手很大的压力。联盟中有着一批拼命三郎特质的控卫，以狗哥、贝弗利为代表，他们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让大家觉得后卫应该就是要有这种血性，让人激情澎湃。但是这类球员往往都是角色球员。欧文作为状元天选之子般的存在，初入联盟就自带球星光环，他只需要在进攻端完成华丽的演出，就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所以也会疏于打磨自己的防守技术。但现在看来，欧文的防守已经得到了提升。现在的欧文早已经不是那个防守黑洞，如今的欧文防守经验一直在增加，他的积极性和防守预判也变得越来越好。表示已经迫不及待要看这支球队带来的视觉盛宴了。事实证明，3大进攻万花筒球星并没有让我们失望。球队场均得分、进攻效率、投篮命中率3项数据高居联盟第一，相信大家对篮网比赛方式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表面上看，篮网的战术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单打体系，可以说约等于没有体系。解释说就是看球员的个人能力，好比平时的野球局一样。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言论：欧文轮完哈登轮，哈登轮完阿多伦。但这支球队所依赖的就只是纯粹的单打战术吗？不要太小看 NBA， 即使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球队也可以用相对应的战术针对当家球星。武功不如你，那就智取你。如今 NBA 每个球队都会有一些当家战术体系，在这种环境下，篮网是如何做到得分和投篮命中率同时第一的？别急，让我们先看一下篮网对决奇才这场比赛。通过这场比赛，我相信你们会找到答案。比赛开场不到5分钟，以威少为首带领球队攻下了20-6的高潮。相信大家早已知晓，就目前常规赛来看，进攻的篮网有多气派，防守的篮网就有多难看。而奇才对篮网防守战术很简单，比尔和威少对欧文、哈登2个篮网单打球星采取人盯人防守，另外3名奇才首发采取战术性落位，就像你篮网战术一样简单明了。在你没有拿球，我就要给足你压力；拿到球，我可以对你采取联防战术。总而言之，你怎么打不舒服，我就怎么安排。造成的结果就是10分24秒，哈登掩护犯规；9分26秒，哈登运球攻入禁区，遭到莱恩比尔前后包夹，投出3不沾；8分2秒，欧文借高位挡拆顺下，莱恩补位封盖；7分26秒，篮网小乔丹为哈里斯挡拆，顺下准备接球，却跑位到威少、巴村磊以及莱恩3者包夹中心位置，球被抢断，奇才攻防转换，3分入手。篮网在这一期间，除了开局空中接力之外，只有欧文、哈登靠个人能力各得2分。开局篮网陷入了奇才的战术陷阱，不仅仅锁住篮网2位当家球星，其他角色球员的切入空间也受到了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角色球员分得不到，失误也不少。反观奇才的进攻战术，以莱恩中锋为基础，形成高位挡拆，篮网换防后形成单防莱恩。这个时候我们可用的进攻手段就会很丰富。根据场上形势，莱恩可以低位以大打小，篮下轻松得分；篮网篮下协防及时，外线持球球员借挡拆跑位后，进而为其他角色球员创造空位，甚至得分入手。11分36秒，奇才对比尔借中锋莱恩高位挡拆，向另一侧45度外线跑位，诱导哈登协防，巴村磊接球顺下上空篮得分。9分46秒，奇才快攻转换，巴村磊篮下以高打低，轻松得分。8分34秒，莱恩篮下错位单打格林，再次以高打低方式篮下得分。7分49秒，威少带球杀到禁区，吸引外线哈登注意，威少顺势将球分到外线巴村磊手中，3分空位拔进。但篮网暂停回来后，马上打出了反攻高潮，在第一节末尾成功将比分缩小了2分。而在第二节初，哈登仿佛觉醒一般，开始了我们所熟悉的单打得分节奏，带领球队反超比分。我们要知道，第一节的篮网如同纸老虎一般，进攻突然丢失，防守依然拉严。为什么暂停过后，篮网突然性情大变，对着奇才一顿输出？这我们要从篮网单打体系成功原因说起。这里不得不提到投篮命中率。要知道，
防守人对投篮者的干扰程度与命中率是成反比的。换句话说，当你得到一定的投篮空间，摆脱了被干扰的困扰，你的投篮命中率就会大幅提高。我们大多数球迷所酷爱的背后转身运球等技术手段，其实就是为自己创造投篮空间，要不然你那运球都白费，拔就完事儿了。当然，你要说自己空位投不进，我拿你也没什么办法。总之，不同球员、不同球队创造投篮空间，无异乎两种方法：一，靠场上队友挡拆、跑位、转换球等方式创造投篮空间；二，靠自己个人技术创造投篮空间。其实不用我解释，大家都清楚，这二者哪个杀伤力更大一些？篮网三少都是可以通过个人技术创造投篮空间的球员。大家不妨设想一下，你防守的对方球员在个人能力方面是要高于你的，你对他的苦恼只会是他的队友协助挡拆，不能及时补防。但在单打的情况下，你个人是可以很大概率防下对方的，你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你会有更多的心思留意球场其他队友的状况。但如果你面对个人能力远高于你的球员，他的每一次运球、每一次假动作都会让你陷入赌博环节，你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选择注意力高度集中。但很抱歉，当你高度集中时，你也可能会被他打进得分。更过分的是，对方球员都有可能借助第一种方法打挡拆，创造自己投篮空间，或者为队友创造投篮空间，打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大多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球员与你游借挡拆跑位，不仅不防人，原本的防守者也会跟着球员一起行动，这就会造成挡拆顺下的空位情况。单论这一场比赛，这种球就不少了。但这种个人能力具体体现在哪里？第二节比赛10分29秒，哈登在3分线外不断运球，随后后撤步3分应声入筐。其实不难看出，哈登每一次运球，邦加都会变换一次脚步。当哈登后撤步跳投时，邦加只是伸出长长的手臂，但你们仔细看，他并没有跳起来多少。这样的臂展再跳起正常高度，大概率会是一记3分火锅，但邦加跳不起来的。哈登在运球期间突然向前迈了一步，导致邦加重心向后倾斜，此时再想往前跳，这太难做到了。而这就是个人能力。除去施罗德跑车般速度，个人技巧也是尤为重要。要知道 NBA 联盟中，即使是看起来弱的人，放在现实中也会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手。这里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奇才双枪就不能使用这个战术？其实威少和比尔个人能力也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个战术的实施条件不仅要看当家球星，也要看角色球员。其实每个战术的存在都会有不同的收益和缺陷。篮网使用的单打体系，收益就是角色球员的出手空间，而缺陷很简单，角色球员站不起来，当家球星遭到联防针对，单打体系就直接崩盘。可以参考第一节前5分钟内的篮网。7分16秒，哈登外线接到哈里斯传球，向边线方向运球，加里森和巴村磊加速包夹哈登，哈登顺势传球控卫哈里斯，3分轻松到账。6分35秒，哈登单打杀入禁区，莱恩瞬间补防，造成克拉克斯顿篮下空位，哈登助攻7打进。我们可以看到，篮网角色球员乔哈里斯场均进攻效率联盟第8，场均3分命中率48.7%，联盟第3；杰夫格林进攻效率118.3，联盟第16，3分命中率42.1%，联盟第23；小乔丹内线命中率78.9%，联盟第1。不仅篮网三少，其他角色球员进攻效率同样在线，这些角色球员同位命中率是可以保证的。第一节初，篮网哑火原因也很简单，角色球员跑位比较失败。面对这些命中率高的角色球员，无论是哪一支球队，也不敢轻易为了协防而放空他们。反观奇才角色球员，巴森磊进攻效率109.1，联盟排名179，三分命中率34.1%。内线洛佩斯进攻效率105.8，联盟排名第237，内线命中率59.7%。在当家球星疯狂输出时，角色球员的状态是不稳定的，时而在线，时而下线。所以对于奇才来说，战术体系反而更适合他们。当球队在场5人进攻效率高的不行，还有一个目前联盟助攻王可以串联球队，这种球队打出的战术体系反而会限制他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海啸时期的勇士，当时如果不是球队痴迷于传切战术，勇士进攻还会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对于篮网来说，没有战术就是最好的战术。大家可能都会担心季后赛的篮网，毕竟光有进攻是不够的，这一点我相信纳什本人应该感同身受。轰动联盟的炮轰战术，季后赛还是打在了马刺防守上。所以说，如果要保证季后赛比赛效率，目前的篮网还是很难的。原因很简单，它太不稳定了。篮网目前还处于磨合阶段，球员之间有很多事情需要探索的，难免会撞墙几次。
再说这体系防守也在线 ，NBA 可以直接大结局了，好吧？很多人会说纳什领场应变能力不太行，但别忘了，纳什在球员时代也是进攻大师，篮网目前的进攻效率也离不开纳什的指导，所以季后赛的篮网会走多远，我也不清楚。相比 NBA 大结局，我更希望季后赛一切都是未知的。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